来自最新的消息，来自于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联合大公国最新画面已经看到了哦，美俄展开了最新的会谈。会谈前的画面曝光，待会儿如果导播可以的话，看到画面就是在会谈还没有闭门之前，先让媒体拍到的画面，就在沙烏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美俄的代表要一起决定乌克兰的命运了吗？谈判现场当然待会儿会有什么样的结论，我们持续的观察。但这次的谈判画面曝光，告诉大家要终结俄乌战争的吗？那还有个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会谈呢是美国军机，是川普亲自下令。经过报道是说，亲自下令派美国空军一架 C-37B 飞机飞到俄罗斯去，然后获准降落在莫斯科哦。接谁？接俄罗斯的官员。刚刚看到是外长拉夫罗夫等等的人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议，还有专机去接俄罗斯的官员一起去开会，真的是很特别。还有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去参与会谈，所以美俄的沙国会谈已经开始了。那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哦。就撂狠话了，他说不会去和谈的时候向乌克兰做出领土的让步，同时也拒绝让欧洲各国坐上谈判桌，是美俄要来共同决定乌克兰命运吗？那当然，卢比欧在见沙烏地阿拉伯王储的时候哦，会后的一个声明先前就已经表达哦，我们这样见面并没有要谈川普提议的美国接管加萨啦这个。迁移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了哦，他只是在包括红海安全、自由航行来维护共同的利益。当然，现在美国方面的说法是说，无论如何，第一关他们要做出美俄正常沟通管道的建立。那下一步才是乌克兰的命运吗？包括英国的首相就说了，乌克兰的和平协议不能让美国单方面来决定。他说要。川普希望这个依靠一位老盟友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结束俄乌战争吗？他们提升说要把沙烏地阿拉伯因此透过这次机会把它提升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参与者，哇，就是东道主，把它讲得很伟大、很重要。但问题是后续还有没有任务要交给他，包括接收难民啊等等的任务啊。但这次美俄的会谈呢，俄国总统助理这个乌沙科夫说法是说，实现美俄关系的正常化，恢复美俄各领域的关系，已经被美国制裁了这么久，还要准备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怎么谈判呢？乌克兰被排除在外，泽连斯基当然很不开心，尤其是这次的会谈事前基辅并不知道哦，他说他不会承认没有乌克兰参与而达成的任何协议，他一再的反对，他也呼吁要能够欧洲加入，也都不被接受。泽连斯基说，如果你要美国单方面决定也可以啦，但泽连斯基讲，我有3个条件。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这样说。我早上看到这3个条件的时候，就想说他是已经放弃了吗？因为他说呢，第一个就要求普京撤出乌克兰所有的领土。军方全部退兵，然后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第3件事情是要普京进监狱。这样的话，川普就可以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之下达成这个事情。所以打给冷肖维嘛，当然不可能有这种条件发生啊，也是他在他没有办法参与的情况之下撂狠话，但实质能够有什么影响呢？真的要美俄来决定乌克兰命运了吗？欧洲有8个国家紧急会议说怎么办？我们已经投入了这么多在俄乌的战场支持乌克兰，结果现在就这样要结束了吗？法国还提议说要部署保证部队包括了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却反而不愿意派任何的维和部队到乌克兰战场。这几个国家刚刚有军力的8个国家里面，都已经意见非常的不一致。唯独像瑞典啊、英国啊，都是还愿意派维和部队到乌克兰的。瑞典外长甚至是说，还有必要的话，一定可以帮助派兵。包括如果和谈之后的前线的这个线的地面部队的位置可以帮忙驻守，但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乌克兰现在要求助无门吗？想要参与会谈没办法吗？转向了中国大陆。泽连斯基说，中国大陆我们准备好让严肃的参与者参与进来，严肃的那谁是不严肃的哦？让习近平去参与俄乌的谈判吗？谈判桌上把那些愿意在安全保障援助、防止普京投资乌克兰复兴等方面承担责任，否则就是在一起美俄来瓜分，包括稀土啦这些利益吗？那么大陆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公开表达，
他说期待所有当事方参与俄乌和谈，就是站在乌克兰这边，认为呢一贯的主张，俄乌冲突问题也是一样哦。中国大陆一直他强调，不是危机的制造者，更不是当事方，也没有隔岸观火，更没有借机牟利。讲的是谁？谁在借机牟利呢？赖老师。沙特他愿意担任这个美俄双方的正式的调停人。如果美俄最后他们愿意正式的提出来说，请沙特阿拉伯他们来担任这个调停人，他乐意他已经有强调了。那大家会问说，为什么会选择在沙特阿拉伯？那是因为沙特阿拉伯是目前唯一美俄要谈判可以选择的地点啊。那当然，第二个地点就是阿联酋，可是最好的就在沙特，主要就是沙特王储长期以来维持跟川普，也就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还有跟他的女婿一直维持非常好的关系。那一直到川普卸任的时候，他跟王储还是维持很好的关系。但是这个王储后来跟这个拜登闹翻这个拜登他对于这个王储有关于一位这个美裔的这个的土耳其人吧一个然后被杀的事件有关。但是他跟川普的关系这么好，然后他同时又跟普丁的关系也很好所以当俄乌战争这3年来，沙特从来没有批评过普丁一句话，没有批评过俄罗斯一句话，所以他取得2位领导人的信任，因此选择沙特来当这一次的调停人。你看在谈判中的时候，他就坐在这个主席的位置上，然后双方来谈。为什么要他坐在那个位置？他是变成见证人就避免了各说各话的可能性，因为他在，而且是双方所信任的。好。那沙特也借这个机会说愿意调停美国跟伊朗之间有关于核的问题，所以他把他的地位在中东的地区借由这2次的事件就拉高了我觉得这是沙特王储在外交上他的一个成功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苦主是谁，最大的苦主就是你刚刚讲的泽连斯基了。泽连斯基提了3个是不可能的条件一个是无条件撤出，一个加入北约，一个是普丁进监狱。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又回到当演员的这个桥段了，他已经不是政治领袖了，就无计可施了。对，无计可施了。他就是一个悲剧的演员，然后他也把乌克兰带向一个人类间最悲惨的悲剧的地位。坦白说，今天乌克兰已经是任人宰割了，而且领土是永久失去了，还有稀土跟它的铀矿跟钛矿很有可能永久不保了看起来它的最珍贵的，也就是可以战后重建的资金的来源，因为乌克兰西部这个地方是农村，坦白说价值并不高，喂饱欧洲人的肚子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农产品重要，可是它的经济价值并不高。那乌克兰会陷入永久的贫穷，因为最富有的这个矿产估计是12万亿美元，12兆美元的这个矿产，美国人要收走，收1半左右，另外1半是被俄罗斯人拿走这个乌克兰会永久的陷入贫穷跟落后，这已经可以看到他们世代代的子孙将会陷入国土被切割，然后永久贫穷落后，可悲可怜可叹，就是政客把一个国家搞成这样。欧洲呢没有远见，当时中国大陆出来说，我来帮你们斡旋，我可以影响俄罗斯，然后我们4方来斡旋，我们来谈判，那我们来停战，结果乌克兰、欧洲都不愿意，因为美国的压迫下不愿意，结果现在悔不当初了，悔不当初，现在希望中国大陆介入，中国大陆已经没有空间可以介入了。为什么？因为美俄已经直接谈了，而且初步的条件看起来美方是要满足俄国的条件了。那欧洲怎么办？欧洲法国总统赶快把这个欧洲的大国召集起来，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还有就是波兰等，都把它召集起来，而且也把欧盟的理事会主席、把欧委会的主席、把北约的秘书长都找来，大家来开会。召集起来很着急，但是好像解决不了什么事情，没有共识没有筹码，因为第一个，欧洲没有军队，那他说要派兵，
那问题就在于谁派啊？这费用谁付啊？那跟俄国打起来的时候是谁来负责任啊？美国人现在就说你给我试看看，如果我今天美国做的决定，你们欧洲不支持的话，那就这个战争你们自己去打，我美国人撤出来。如果你还要硬搞的话，我觉得对川普来讲3招就让欧洲致命了。第一个退出北约，第二个收掉核保护伞，第三个增加关税。那欧洲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他们已经在放话，川普已经在多次的放话，他不排除退出北约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欧洲现在已经是束手无策，因为他根本没有筹码来介入，苦主2大位。但是呢，现在把欧洲陷入最困难的一个状态。例如德国下礼拜还有大选嘛，花落谁家还不知道。委员看起来乌克兰真的已经打了3年，家破人亡的情况之下，面对未来的命运更是不堪。其实我是蛮同情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我也不会对他太严格。你想看1994年，所谓的布达佩斯这个备忘录，其实它的全名应该是叫做安全确保这样的备忘录。为什么叫安全确保呢？因为他答应在这以前，其实乌克兰就答应把他核子武器交出来。你知道当时苏联帝国垮台的时候，乌克兰是拥有全世界第3多的，比中国大陆还要多的核子武器那他为什么愿意交出来呢？第一个，他国家变得很衰弱，而且核子武器的保管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有时候甚至是危险。不过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强国出来保证它。1994年的布达佩斯的备忘录，当时签字的国家，俄国、美国、英国，他们在上面签字。中国大陆跟法国也签了，但是他们签在另外单独签的那东西语气比较弱，对于提供保证这个比较弱。那这里面主要是讲什么？就是你把核武器交出来，然后我们确保这些签字的国家都不会威胁对你用武，或者是实际上对你用武。那俄国签啊，那我就表示你绝对不会侵略乌克兰嘛。结果他就干了，只能想乌克兰人太单纯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知道俄国已经干掉了克里米亚，这2014年，美国马上跟北约的国家就以北约的这种演习的名义，在乌克兰靠近波兰的边境，可在乌克兰上面设置一个训练的一个基地，在那个地方进行，每年在那边进行演习，那个名字叫做 Rapid Trident。就快速的3x戟表示好像要射出去一样，所以要攻打这个乌克兰，美国、北约这些国家就要把3x戟给射出去一样。就你搞了8年，2022年，结果俄国人还是侵略了乌克兰嘛，所以不能讲说乌克兰太笨，只能说这些国家太坏。你们签字保证了，而且你还在那个人家的这个土地上面搞训练营，然后搞演习，每年搞这个演习，这个就表示乌克兰当然就变得有信心，而且美国的援助开始陆陆续续都到了。就比方说，你俄国如果打我了，美国显然是会帮忙。谁晓得美国不愿意帮忙？欧洲国家加入北约的不是吗？对呀，这些国家就是给钱给一些武器，也没有派任何一个兵去帮忙。当然私底下应该有一些啦，只是人数的问题。所以坦白讲，我是很同情，而且美国是很不义的一点在哪里？政策是要延续的。那你坦白讲，那这种演习，在川普第1任总统任内，帮助乌克兰的这样每年的军事演习，也在你这个第1任的总统任内，川普第1任的总统任内也演习了3次啊，表示你对乌克兰你是同情而且支持他了。然后现在谈判，可是还在同时在打仗。你这个时候你讲的所有的话，都是在弱化波兰，不仅是谈判的地位，是在战场的地位。你讲这话土地你是很难要回来的。那这些乌克兰这些军队怎么还有心打仗？真的，对不对？你要人家稀土，要人家拿钱，这拿稀土来换钱，每件事都是说明了这。你像这个谈判乌克兰当然很悲哀。那我请问一下乌克兰，你想一想，越战，美军跟北约在谈判怎么撤军回来的时候，请问你南约有参加吗？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回来的时候，跟塔利班在谈判的时候，请问你有关你死活吗？阿富汗的政府军有参加吗？
这个就是说小国高估了大国的道德跟他的责任跟他的应该遵守的义务，结果就是这样子。是，将军，我们看到最新的和谈画面的时候是美俄在进行，可以想象乌克兰的人泽伦斯基有多么的心急如焚。我认为泽伦斯基他错估形势，自欺欺人，这盲人骑瞎马，让整个乌克兰陷于万劫不复的这个地步。他是一步错步步错，而且他一直寄望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派兵，他是寄望美国会派兵，不可能的事情嘛。各国有各国的利益，你自己去打，只是借钱给泽伦斯基，给乌克兰武器装备供给他，要全部都是要乌克兰人上战场，那怎么？那让他单挑俄罗斯怎么可能嘛？如果他能够打败俄罗斯，俄罗斯所有的武器核武通通要交给乌克兰呢？怎么可能？而且他没有核武，俄罗斯有核武，俄罗斯怎么可能把核武这个投降通通交给这个泽伦斯基？就不可能，是完全是天方夜谭、天马行空，毫不实际，变成这个状况。这个逃避现实啊，领导人国家的领导人，乌克兰国家领导人绝对要务实，他没有务实，把整个国运断送。这个在乌东第一12万平方公里。12万平方公里就是360亿平啊，土地啊，我们拿它换算成平好了，大家对平比较有概念。360亿，360所有的全世界所有土地都是有价值的，有价格的。你这360亿平的土地是360兆新台币，你看看360兆新台币就这样让给俄罗斯了，永远要不回来。然后他又不切实际，要把普丁抓起来，乌东地要还给我，我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怎么可能的事情？现在还在回到原点，不就是那北约吗？都在做梦，你硬要加入的。所以国家领导人就用这个状况，完蛋了，瞎人在那边做梦，瞎扯。你看看整个的这个乌克兰被肢解了，你看到没有？他这个留在乌西地区的稀土给美国，因为他欠美国3600亿美元，你拿稀土来跟我抵押，因为川普他要把钱要回来啊，你怎么办？所以他可能3代都没有，3代是90年，3代都没有了这样子。然后他的国土变成月球表面，怎么去重建？重建又是一大笔钱，怎么可能俄罗斯会把这个钱吐给乌克兰？他现在还在做那个梦，也就一步错步步错，他自我感觉良好。这个国家战略的问题一定要很严肃、很谨慎、很谨小慎微来看待。不是他们吹牛都天马行空在那边。现在欧洲，我们看欧洲也变成店小二了。最大的赢家是美国，第二大赢家才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毕竟也付出了这个损兵折将的惨痛代价，但是他有国土，他们虽然牺牲了10万官兵弟兄，但是他拿到了360兆台币的土地，换叫每一个人创造36亿台币的土地价值。所以乌克兰丧失的就是俄罗斯所得到的，俄罗斯所得到了，他也牺牲这些将士啊，所以俄罗斯也没有大胜啊，大胜应该算是美国得到那些稀土。美国现在是所有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另外30亿国家都变成店小二，听美国的，听美国的说我也当年也捐了很多武器很多钱呐，现在怎么稀土你美国自己拿走了呢？那我们呢？店小二实在是很尴尬，分不到的嘛，店小二只能听老大的话，这谁都很尴尬。好，那么来看看美中科技的博弈跟大战各种的角逐跟竞逐，最新的决战点当然是自己的科技能力够不够强，这是不是一个指标呢？这场会议呢被国际上都高度的关注，因为习近平他约见的这些民营的科技企业家，科技比例这么高而且这些人里头呢，他强调他的政策是什么？要先富促共富，然后一心谋发展等等啦，各种的这个指令下来，就是要中国式的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告诉大家说，要未来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最大贡献是靠这些企业家、科技产业的发展的这个创业人一起来做成。过去的讲的共同富裕，现在有了更多由民间参与的可能性吗？尤其平起平坐的跟这些科技企业家们一起坐一起的时候，很久不见的马云，到昨天我们大家都很关注阿里巴巴的马云出现了耶，还有 DeepSeek 梁文峰。不难理解，一定是他。小米的雷军，华为的任正非，比亚迪的王传富，宁德时代的曾毓群，每个都大咖。其中
居然宇树科技是最年轻的王星星，却占据了最靠近习近平的C位，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了新兴的科技机器人呈现的未来的样貌。可以看到画面是王星星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坐在地上玩机器狗的画面。这个相对年轻的年轻人呢，他创造了一连串的机器狗啊、机器人啊，影响了人类下一个世纪的可能的文明啊。春晚上面看到的也都是宇树科技的产品。所以他2016年在大疆工作过了之后呢，最后决定自己跳出来创业，成立了现在的公司，也写下了崭新的一页。未来的科技发展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经济时评里面的媒体分析报道说，这一次呢，参与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领域，2018年的时候了啊，但现在不一样了，今年参与的都是在科技领域明显的增加，人工 AI、机器人、能源。都是重点项目，也代表着官方的政策。而马云这回现身呢，过去曾经批评过大陆的金融政策。那这一次高调出席，美国的南加州大学的法学教授分析认为，代表当局不再继续打压马云，过了嘛？明确表示政府会重视依赖私营企业，大力支持私营企业。还有是不是也可能金融政策的调整？不知道，但是可以恢复企业家的信心。马云可以说被形容叫做打了一场翻身大仗啊！本来是在最风风火火、最红翻的营运目标无限可能发展的时候，突然一记重击，所以这个营运的估值也一直在重塑。那现在掉下来之后，有没有机会回来呢？阿里巴巴周二的股价持续上涨，目前这个涨幅达到4.26，算是重新回到主流市场了吗？而习近平他的政策跟马云、任正非见面呢，经济上持续释放的讯息，当然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咯，科技非常重要 ，DeepSeek 可能接下来改变世界的能力。还有美国的科技相比之下如何？法新社的报道认为，中国的晶片走在前沿，过去一直觉得中国大陆的科技在晶片研发上距离美国啦一大截。但现在呢，包括我们台积电啊，这个各种的能力呢，美国想要围堵的就是他们取得这些晶片，但有没有可能越围堵，让他们自己研发更强大呢？包括这个中国设计的图形处理 GPU 有没有可能比现在美国的超级电脑更强了呢？距离如何，大家有待观察。但是美国顶尖的 AI 人才呢，根据日经亚洲评论的分析跟比较，告诉大家，其实在美国工作的顶尖人士有38%就来自于中国，是关于 AI 领域的。那么如果未来到2027还有27这么高，虽然现在在美中对抗之下降低当中，但这么多的 AI 人才全部被逼着回去中国大陆之后，可能产生的效应又是什么？新加坡国防部长说，如今的美国已经是进退失据。美国队长呢，形象已经从解放者去帮助这正义的使者嘛，变成横冲直撞的搅局者。那或者最终蜕变吗？成为坐收渔翁之利的包租公？你看看乌克兰的例子就知道了嘛，戴老师。对，我觉得这次习近平带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还有政协主席王沪宁，还有这个副总理等，还有财经各部会的首长都到了。这个是代表中国大陆最高领导层他们的重视，然后邀请了这么多位的这个产业界的民营企业的负责人都来开这个座谈会。有6位发言这里面我们来简单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有传统产业的。传统产业的老板中，他们的代表是有走新质生产力，所以他们的能量是拉高的。也就是说，虽然是传统产业，但是他们可以做出可以跟欧美的国家竞争的奶粉那种高素质的，还有在畜牧养殖业也一样，可以做出非常好的这些产品。那当然还有就是引领风骚的这个华为，也就是从5G， 然后当然马云引起大家的关注，那是因为在6年前，川普要对中国大陆打贸易战，中国大陆正要起身跟他们对撞开始要反击这个贸易战的时候，这个马云狗腿的跑到美国去去巴结川普，要上市嘛然后一下来回来以后就开始慢慢的就消失了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说他们眼中叛徒。在中美要开始起贸易战的时候，然后这个家伙跑去讨好美国人，讨好美国要修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这当然是大陆
这整个上上下下社会所不容的事情。那经过几年的沉潜之后，总算安静了，然后又回来了。回来你看也没有让他发言因为能发言的是6位被这个雷军任建飞是坐在 C 位由他来发言那任正非等，我觉得这是一种动员，一种总动员。为什么？因为有未来的产业，像机器人就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产业。现在中国大陆的机器人年产1万台，预估5年后年产500万台，也就是增加500倍。它的产值一般来讲估计一定会超过1万亿人民币以上，有人估计到1万亿美元以上。那这个代表什么？它的整个生产供应链出现一个新的完全，就是等于是完全新的一个科技产品了。因为从机器手背固定式的到4足，到现在2足，就是2只脚走路，而且它已经进入到工厂的生产线。现在 Meta 也就是这个祖克伯的 Meta 已经跟宇树科技合作了，他希望宇树科技帮他们生产什么呢？生产制造出家事机器人，就进入到家庭，帮家里面来做家事的这个机器人，他们已经开始在进行合作了。这个经费研发已经开始在动了，可以量产的然后也已经进入生产线了。是，观众朋友，以前进入生产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固定的，所以料件是帮你移送到，现在是机器人在移动的，它可以把零料件搬到这个地方里面来进行生产工作，所以它的越来越优化了以后，它不得了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个人觉得，大陆在进行这个总动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告诉这些企业家说，放心去发展，你先富起来，带动别人的富，这是你的使命。但是也告诉他们的地方政府，因为企业都要落户到地方嘛，告诉他们的地方政府支持这些民营企业，扫除他们企业经营的障碍，但是要守法守纪，不要搞官商勾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中科技对抗最新的发展，魏源怎么看？你知道这个美国人对中国大陆当然有一方面有赞美，但是也有很多的批判，但也有一些不解，因为他们认为说中国大陆就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嘛，这就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定很僵硬嘛，很僵硬，然后共产党就是高高在上嘛，这种，但是为什么它的经济可以发展得这么好？政治体制这么僵硬的国家，它的经济怎么可以发展这么好？科技上也有很大的表现。这个就是说，我们正在看一个很新的，以前人类没有过这样一个经验了就这次习近平把这些大咖，尤其是马云，其实讲到马云这几年大家的聊天的对象，其实是马云。马云是败不复活真的马云的败不复活，你就可以看得出，也可以回答了很多西方人士不太了解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你认为那种僵硬的意识形态底下，其实他们是有非常灵活的处理危机的那种能力。中国大陆认为他现在是危机美国这样子对他的制裁，拉拢其他国家对他这种围堵，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你看，中国大陆怎么解决这个危机？他就开始展现他的弹性嘛，说马云当然要回来你这些大的企业家、民间企业，中国大陆一直都讲国先民后嘛，国营企业最大，民营企业应该在后头嘛。这种做法就告诉你们，习近平告诉你们，我们没有那么僵硬，我们民间企业也可以走在国营企业的前面，只是希望他们富起来，也可以让国家其他人也富。其实我要讲一件事，不要低估中国大陆的弹性，它的灵活性，真的，它这20-30年来可以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尖端科技可能不如美国，可是你看它灵活的运用尖端科技产生出来的东西 ，DeepSeek 就凭空就出现了。是，这个才是在台湾我们要去想你不要以为中国大陆很愚蠢、很笨、很僵硬，看看人家的灵活那一面，我们是不是比人家还要僵硬在这方面？是，马上回来，我们。
美中科技大战其实也影响了人类下一个时代的文明。将军，共产党它虽然强调的是共产主义，但它实施的我们可以知道它是保持很大的弹性。几乎你看，它本来是国进民退啊，国营累积国营的这个方面的成本，然后限制民营，它现在让民营起来，因为有3个，第一个就是能够这些民营企业啊，这些是大资本家，他会资本密集，有钱就可以来扩张它的规模。第二个，它科技化。因为这些大资本家他有科技他们技术的领先。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最新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老师。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当然，最新消息是俄罗斯跟美国最新关于中东的会谈已经在召开当中，而美国呢，最新在川普国内的很多整顿里头，包括移民啊，包括国防啊，还有最重要就是这个所谓的要把整个预算大幅删减的委员会。现在川普在整肃美军的情况之下，马斯克的效率部看到的画面却是在网络疯传，怎么回事哈？有一个军人穿着性感服装跳舞，在引导战机，网友都看傻了，发生什么事？那网友很多议论纷纷，说这个是美军素质吗？是一堆奇怪的人吗？怎么会有这些问题？现在很多军方人员都要被裁撤了，更何况是像这样子影片被流传出来，未来的命运啊，惩处解雇很难逃掉哦。很多美军到底有没有浪费钱？军方有没有谁把钱塞到自己口袋里？马斯克讲了好多哦，这可能也是马斯克的效率部所释放出来的消息，居然买个咖啡杯。在美军的空军某单位加油机专用买的这个杯子，看起来钢杯好像蛮常见的啊，居然买了一个价值$1280的不锈钢杯，我金马空呢。这个消息呢被网友讨论说，在阿里巴巴网络上卖才45块，怎么会落差这么大？到底有没有慷纳税人之慨乱花钱呢？还有这个中美的军事的对抗里头，很多的军力比较，到底是不是还落后？在美方里头，中国的军力有没有真的还落后那么多，还是已经超越了呢？有几个角度我们来观察，包括在美军的网站上面维基百科很特别的是 F-22的引擎推重比有没有造假，还是随机调整、滚动式调整？这个是陈时中的名言。在维基百科发生这个所谓的超过10以上的推重比、引擎推重比这个项目本来是10的，突然改成7了，后来又调整成9了，等等的，这样的调整到底是为什么？那到底是回归校正，还是的确是如此呢？那过去 F-22使用的 F-119的发动机啦 ，F-35使用的 F-135啊，这些发动机都被认为是美国军方最强的地方。这些引擎啊、发动机是核心的能力跟价值，这也是中国过去被认为造不出来的。但现在呢，这个数字的改变到底是示弱，还是没有想象中强，还是出了什么问题，还要等待后续观察啦。但是最近有个画面是在美日法3国共同的联合航母军演上看到的画面，在菲律宾南海之战争夺战秀缺地的这个地方，看到3架航母很罕见的同框了大家形容词叫做个子小的在中间，这是日本的加贺号，还有美国的卡尔文森号以及法国的戴高乐号。但是在美军的部分看到几个消息，包括杜鲁门号的航母，怎么回事？居然破成这样，右舷的船尾被撞啊！破破烂烂的样子，这个画面一曝光，哇，怎么回事呢？只好赶快进场去维修了，失去作战能力。现在船停泊的地方是在希腊的港口维修。为什么发生这么严重的状况呢？根据报道都说，这个是排队要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被撞了一个大洞。那这样的大洞让红海这里出现航母的空窗期，没有办法执行任务的情况之下，那现在会不会有什么连锁反应啊？西太平洋也会同时出现短暂的空窗期造成的后续效应也是大家质问说，美军现在还在川普要删减各种预算的情况之下，到底军力还行不行？还有多少的军备是有问题的呢？甚至在美中比较对战的
博弈里头看到卫星照片哦，大连这里有个造船厂出现了神秘的模块，这个尺寸比例如果按原比例来做推算的话，说大陆这里这个美国战区，美国媒体的战区所报道的这个疑似是004型的航母飞行甲板开工了哦，尺寸比例去研判航母的吨位会超过福特号哦，而且照片有2道弹射器的轨道就在这个地方哦，专家研判分段模组有航母上的第3、第4弹射轨道呢，就拥有4个弹射器，跟福特号一样，不但追上，甚至还可能超越了吗？一方委员，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近来在美方强力要去所谓查军费甚至参检的情况之下，美军的实力怎么看待？先这样讲，美军哦，这种所谓的浪费的情形呢，不是今天才开始，大概差不多10几20年前，我那时候就读到一个消息，海军买这个烟灰缸，一个400块美金，这400块美金呢，一个烟灰缸，你在外面买几块美金而已吧。美国的这个国防经费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腐烂吗8、9千亿这样子。然后呢，你真的要去监督很多的细节啊，除了有人检举，不是那么容易。任何的军方都是一样，因为军队本来就是一个半封闭的一个状态，他们跟外面的社会是有很多的隔绝，为了安全的问题，还有其他管理的问题，所以内部人如果不讲，其实外界对军队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是说，美国因为军工复合体的原因啊，监督能力本来最强的是国会，可是国会跟军方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很多的这个众议员也好，参议员也好，他们的家乡都有军事设施，而且他们极力争取军事设施要设在这里。你想想看，一个小镇如果多了一个，可能是一个中原的一个重要的选区，你多了一个军事训练的一个基地，你知道造就多少人就业吗？酒店、餐馆、打撞球的，对不对？包括花店，各种这个就会变得非常兴盛。还有政治现金呢、对，那当然是了，就是说，所以很多参议员、众议员哦，他们后面都有这个军工复合体，就特别是像军火商他们的强烈的支持，然后军火商跟国防部的关系又非常好，所以这形成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关系。在美国，智库收很多的钱是来自军火商，这个国会议员很多的捐款来自军火商，选区选举的动员等等，他们也可以帮很多的忙，国会议员也需要他们，所以这是变成说智库了，就学界啦，跟这个军火工业啦，跟这些政治这个力量整个是卷在一起了。这除非内部有人出来检举，你外界想去调查一个这么庞大的美国的国防这个体系啊，真的不是很容易。这种浪费的情形，我相信不会是单独的问题。好，所以将军，当我们在看到美方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军力比较是有各种的指标，您怎么看？包括航空母舰，包括在为什么这个引擎的改动数字会出现问题呢？它这个推重比哦，推重比它要下修，它推重比这个一个推重比，它是 F119，它是普惠发动机啊，普惠公司做的、啊。然后它推重比这个净推力，就是放在这个海平面，然后就把它做吸力，然后看推力。如果是到达10的话，这个10000，这个是我们讲到的1500公斤的重量啊，它可以喷15000公斤的推力，就是10倍嘛，是这样嘛。但是问题是你装上飞机的时候不一样了，因为飞机它里面有隔框、有进气道，气流没那么顺。你装进你是有螺的这样的全螺的发动机，当然推力大，它吸气尽量吸嘛。但是你装到飞机之后啊，你吸的气体就没那么多了。第二个，它又装了向量喷嘴，装了向量喷嘴又增加重量了，推重比就达到不了了。你前面加装，后面你一装进去，整个进气道变窄了，是这个样子。所以叫动态调整。对，你是装备其他加进去就自然会降低吗？你当然降低了，因为你重量加重了嘛。你向量喷嘴又加进去，向量喷嘴的重量也加进去，那你推力就没那么大了。你变成推力没增加，但是你发动机的重量增加了，推重比一定要向下修。第二，你装到飞机之后，因为飞机的隔框，它的进气的量又受限了，你的推力更下降。所以你要看到你要是哪一种，你是
这个螺发动机整个是螺身的发动机，当然推力大，装到飞机之后马上降低，因为你的各种的这个空气流体力学的阻力都跑出来了，那是这个样子，然后推出来的这些气流也减少了，是这个样。所以你看到哪样子去用，它当然它以螺身的发动机，完完全全是阳春，还没装上分机的来算，装上飞机又不一样，所以你看它会差距那么大，这个推重比是10，一下变成7了，少了30%，那多大啦？一个飞机我们知道，一个飞机在空中你不要看它要超音速，在这个发挥最大性能的时候，它是推到最大，它拉起来，突然这个样，你看它的这个时候进推力是要去算。那 F-22还好，它是双发动机。那 F-35它是只有单发动机，那整个会受限。那你这个飞机的各种的性能、最大的速度，还有最大的载荷，都会受到限制。另外，我们来看那个它的这个几率，你看那个这架飞机啊，这个 F-16，你看那个前面那个机工长啊，在那边跳那个跳热舞，对，这边跳慢步，这是后勤几率，他跳慢步跳之后，待会发动机把它吸进去。那个因为 F-16的发动机都在下面啊，你跳慢步那个吸力很大，那很容易就吸进去了。穿网袜，对，是不可思议的话。对，变成这样。这个所以你看，这个修护几率不行了，后勤几率不状况下，很容易出事情。上一次在美国的波多马克河，那个黑鹰直升机撞到那个客机，掉到波克和马尔，然后67个人全部死亡。这个是管制几率，你看到没有？这是几率问题，不是飞机故障。天气也很好，它只是夜航夜间，你这个纪律没有了，你管制纪律到哪里去了？你的这个空层隔离跟那个我们讲的横向隔离，还有时间隔离有没有做出来？没有，这个平常可能呢不会出事，因为大家习以为常，大家也习惯，也这个很老辣了，很老练了，都很有信心，该放哪里，该拔哪里，自己在哪里很清楚。但是有一个闪失之后怎么办？而且我们知道飞机在滑行的这个状况之下，噪音量很大。你的噪音量很大，你有时候是听不到、听不清楚，然后你视觉也会有影响，很容易就会疏失。那这个疏失，当他跳热舞、跳艳舞没问题啊，但是其他人可不一样哦。而且这种环境是动态的哦。你今天这个是在机堡里面哦，那哪一天是在机库哦，或哪一天是大屏作业哦，那状况又不一样了。那你在那边跳热舞，哪天被吸进去了，又是一个地安，不是人命小命不保啊。飞机也报销了，会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看这个纪律这个美军在这方面纪律上要求，就跟刚才所讲到的那个航空母舰撞到那个我们讲的货轮一样啊，也是一样啊。这个是你那么多人在干嘛？你那个船上这个在执勤的人100-200人在干嘛？一个航空母舰是4000人呢，在里面。当然，因为它有维修人员、有飞行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但是在航行，它有100来人在那边航行呢。那眼睛在干嘛？都变成了你。反正有人顾，大家都认为有人顾的话，就没人顾了，因为大家认为其他人会顾啊。我这边我可以喝个咖啡，反正这个杯子还蛮贵的，一个杯子4万块钱，大家忙着喝咖啡，反正有人顾，大家都有人顾的时候啊，没人顾了，因为大家都推了对方，所以就发生这个事情呢。这个也是纪律问题。你看，这是海军纪律，我刚刚讲的是空军的飞行纪律，所以你看这些纪律之外，就会出一些这些我们不可思议的这些事件呢，这些维安的事件呢，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跟战力是有关系的。可能最近几年美军在这方面没有战事，在西线无战事的状况之下，可能会有些松懈，有些疏失，然后也会产生一些飞安跟地安的事情。就见微知著啦哦，很多军纪方面的问题是开不得玩笑的，怎么可能可以开这种玩笑，以至于一旦重大意外发生的时候是多么的严重。那像包括这个突然就这样一个过海过个港口可以被撞毁成这样。是他撞人家还是他被撞？被撞啊，因为目前看影片来看的话，资料看起来不知道。对，那也就是说，他这个是航母开过来撞人家，还是他开过去撞到航母？可是看起来，如果从货轮的角度来看的话，是航母开过来去撞人家，这样的一个态势啊。美军的确实在训练纪律有问题，维修纪律有问题啊，然后在作战任务的时候啊，作战纪律都有问题，非常混乱啊。再不改的话，我觉得美军的作战真的是看绿。现在是航母啊跟货轮撞，在前2年的时候，在韩国啊也跟这个货轮撞，在日本也撞，然后这个核动力潜舰经南海的时候也撞。
然后被迫浮上来，然后最后跑到关岛，在水面上就这样一直开到关岛去维修，然后一维修就2年，然后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空军也是一样，撞来撞去，翻来翻去，倒来倒去，然后这些这个地勤人员也好，空勤人员也好，我觉得他们的整个纪律都已经呈现出非常散漫的一个状态。您报的这样的一个钢杯的价格，其实现在接美国白宫安全顾问的沃茨，他在当参议员的时候，他也指控，也就是美军他的一包100块左右的零料件，竟然报价要9万多美元，这个也被指控。然后一个马桶圈，我想这个最有名嘛，一个马桶圈要1万美元，一个马桶圈要1万美元。然后航母的通马桶通一次要40万美元，大家都觉得说你这样子浪费已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现在马斯克稍微查一下，又爆出更严重的问题来了。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不知道还要有多少的丑闻要爆出来，因为这里面都涉及到贪渎的问题，非常严重的贪渎，而且是大小都贪了。刚刚严婷谈到的就是这个有关于推力的问题，可是不要忘了，它的重点是在于造假，而不是我从10推力减到7，重点是在于数据造假。这个数据怎么可以造假？这个数据造假，你对于飞行员来说的话，如果飞行员他今天知道的是我是10推力，然后结果呢我只能推到7，那你说把飞行员的生命放在哪里？他可能在最危险的时候，他觉得我这个推力应该可以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可能严婷更熟悉。可是结果他的数据造假，然后真正他根本推不上去，有没有可能会失速就这样直接掉下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不是 F-35最近一直在摘机，是不是有很多的数据造假，造成飞行员他在判断里面发生错误，然后他的飞机就摘了，然后就跳伞，还好人员都有获救，但是问题就在于 F-35已经摘了多少架？这原因里面是不是因为有很多数据造假的因素？我觉得美军在这一次里面，马斯克真的要好好查一查。难怪川普会要马斯克好好的查一查，先查教育部，再查国防部。那你想想看，国防部已经多久没有人查了？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确实应该要好好的来做一做。台湾也是一样，你都不能够，我们的外交部也好，国防部也好，都不能够用什么安全的秘密、国家安全外交秘密啦，你什么都不查，的时候，藏污纳垢有多少东西，应该要查到底。我觉得这都是要做的。目前传出来的，这是美军他们拍到的有关于电子弹射器，他们认为已经是4条电子弹射器。福建舰是3条电子弹射器，而美国的福特号它是4条电子弹射器，而他们估算大陆的这个最新款的，也就是洞洞4第4艘的航母应该是4个弹射器，他们目前估算。那换言之，也就如果是4个弹射器的话，他们认为吨位就比这个美国现有的航母吨位大，应该会到12万吨左右，12万吨，那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航母大区了，可以到这个80到90架的这种各类型的固定翼的跟折叠翼的舰载机都可以上去。那因此他们的推断认为说，第4艘航母相当有可能就不是柴油动力了，应该是核动力，所以他们一直估算大陆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核动力的这个推力？那这个对于大陆来说，未来的航母那作战能力当然就会更强了。是。